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习川会的一些谈判的重点细节了。釜山双方握手，全球屏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习川会点燃的全球风暴是否笑里藏刀？谁在布局未来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习川会哦，其实是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今天的现场，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10月30号台湾时间的早上10点，美国的总统坐车也首先现身，随后就可以看到陆方的红旗车队也跟着一起入场了。双方习川在抵达现场之后是先握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笑容来做一下解读，川普呢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习近平则是有一些的无奈，包括从他们的语言上一边握手一边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包括了这个川普不断的说看到你真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将会谈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强悍的这个谈判者，那习近平就无奈的笑了一笑，然后川普拍了他背后2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Good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再见到你。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哦，这不好。好，这个画面播出之后，大家就在说，怎么这个双方握手都是这个川普一个人，好像想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络，好像想要讨好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并且呢，他也不断的称赞习近平说，能够与一位长期的朋友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则是冷静的回应，中美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福祉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一场谈判当中哦，包括了双方也出动了自己的经贸团队，不管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欧，甚至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等人，中方的代表则包括了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等等的人。这一场会议后来双方呢总共是进行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双方就步出了会场，那么也是这个展现笑容，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内容是川普宣布，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消息哦，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将从57%降10%到47%，那么芬太尼的部分从20%降到10%。大陆美国说的不会实施稀土管制，也会恢复采购大豆。至于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不会出口给中国。那么川普也承诺明年4月访北京，台湾议题则是没有被提到。赖老师如何看这一场，尤其是刚刚的这个握手画面，你怎么解读？这个握手画面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啊，因为川普是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掩饰他的焦虑。其实一方面兴奋，二方面他是紧张啊。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真的是老手啊。大国领袖中的大国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平稳啊，微笑啊，讲话也简单有力量。问题是谁迎接谁？那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在那边等待迎接，然后所以习近平才进场。那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占上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就是结束以后那离开会场，因为那个会场很小，门也很小那你看离开会场的时候，谁的车停在这个阶梯的第一辆？就习近平的车嘛。这代表什么？连这么小的细节里面，中国大陆都卡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车位中国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下来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上车了，那等于是这个川普要送了他自己再转头，然后走更远的路去搭上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子，那这个很明显的，这2个小细节中，中国大陆其实都卡到好的位置，都占了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川普讲的100%的关税，也就是贝森特所讲的100%的关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买口嘛，你加关税我也给你加100关税，当初245都没在怕你了，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100%的关税？所以谈都没提，那就很明白。第二个呢，降了10%的关税就是芬太尼，那我个人判断就是中美很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打击芬太尼走私等的这个工作小组，来彻底解决芬太尼的问题。
不过这降10%的话，这个对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陆本身在出口这个部分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了啊。我讲是到美国，那也就是不太需要再转到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那你看《华尔街日报》跟《卫报》吵得如火如天的说台湾的议题连碰都不敢碰，连碰都不能碰，所以川普自己也说他完全没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让你美国人来谈台湾问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能碰的。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只能够在这底线上往上走。不能够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很明显的，川普在这一次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碰的。可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24号10月24，川普自己亲口说他要来讲台湾问题，这代表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卢比要给他一个馊主意，就是说你打台湾牌，没牌可以打的嘛，没牌可以打，再打台湾牌。可是，一打台湾牌以后就碰问题了，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也是在同一天24号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外长也讲到台湾问题。那大陆的外交部马上就把他骂回去了。骂回去以后，那他要见的人见不到了。其实我判断，搞不好连王毅他都见不到。是。那他跑到中国大陆，连王毅都见不到，这个颜面扫地啊！一个部长跑到中国，搞不好副部长来接待，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干脆就，本来说取消，引起德国政坛的震撼的时候，他又改口说叫推迟往后延。那这个代表，这个也给川普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你碰不得。是。所以当《卫报》《华尔街日报》又炒作台湾议题的时候，川普昨天就出来那个消毒了，说我不会谈台湾议题。果然这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谈台湾问题。好，几个主战场确实这次台湾议题就没有在这次的中美会谈中有谈到。不过另外几个主战场，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豆、稀土跟晶片，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尤其现在大豆，其实在谈判前夕，北京稍微释出了善意，也就是今年首度的跟美国下单了3艘的18万吨的大豆，那预估会在12月跟1月去开始这个出货。那也是刚好美国的选举关键期所以大陆一方面好像释出善意，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因为12月跟1月刚刚说了嘛，大陆向美国出货购买18万吨，但是他们实际的需求量是500万吨，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可能还是向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巴西或阿根廷去买。委员怎么看这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另外，现场这一些今天的谈判几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亮点？目前整体对外面所传达出来的谈判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亮点。那个10%的也都是意料中的事，买大豆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习近平出面去谈的，早在吉隆坡搞不好就已经敲定了。所以大陆上的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对美国下18吨的一个订单，其实并不多。对，因为跟美国下这种大豆的订单，它事实上买订单容易，找船期最困难。因为那个什么，这种载大豆的船可不像我们马路上面的那个萝卜快跑那么容易调度因为一艘载大豆的船大概装6万吨，18万吨表示他只找到3艘船，而且船期当然甚至还不是现在，拖到12月搞不好才找得到船。因为这种全世界可以这种散装的货轮全世界只有3000艘，而不只是要载大豆那载的东西可多了，所以临时要去调，不管是中国自己的船、外国自己的船，搞不好人家船期都已经早排定了，好不容易挤出来。那为什么挤出来了？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习川会之前那么传点讯息说，我们早在吉隆坡已经有一些成果啦，那看看习川会最后怎么样来做这个一个最后的 ending 那这个当时在吉隆坡谈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中国的稀土的限制要往后挪，时间往后挪，然后这个要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但买多少并不清楚，没有讲。那现在就是说，在习川会开始之前，吉隆坡之后，中粮集团一定奉到命令，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去找船了那他找几条船才能够下多少订单？他总不能下了订单找不到船那就尴尬了，而且前段时间我印象中
很多船运公司载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载巴西的跟阿根廷的船，啊，这种船真的是不好找，很多都是要差不多半年以前排好船期了，所以他现在只找到3艘，那消息就出来了，啊，就出来，而且应该会不只是买18万吨啦，可能会至少应该会买到，我认为至少会到。将近可能会到100艘船，是大概600万吨左右。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大豆方面的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度。其实至于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稀土了。刚刚不是讲吗？川普说了，这个针对于稀土，中国大陆已经稍稍做出了一些让步，会延后对美出口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可紧张了。现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呢，加拿大现在做主导。联合整个 G7 要筹组一个叫做关键矿产联盟，并且关键矿产联盟还会设定所谓的稀土最低价格，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扶植自己本土的产能。未来从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产品也会来课征关税。那成员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G7 包括了美英、加法、德意日、欧盟等等的国家。不过高盛不看好，他认为说呢，要打破中国稀土主导地位还要10年，尤其90%的精炼在中国，建议一座矿山要10年，一座精炼厂则是要5年。这个问题渴望解决吗？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稀土？我们讲稀土哈，其实它一点也不稀，它也不是土哈，它是金属这个中重元素啊。那它也不稀，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格陵兰、巴西哈，今天还听说连土耳其都发现了很大一座的这个稀土矿产。那关键在什么？关键是在提炼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提炼技术几乎已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99%以上，哈，几乎都在中国提炼。那以往来讲，这些国家的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做提炼。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提炼技术，可以说是它独门的绝活了哈。你各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学得去的，而且你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们认为说是稀土的提炼哈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各国都没有在做啊，将这个工作交给中国在做啊。中国默默的干这种脏活，也干了20-30年了，所以它有很多独门的技术。那你认为全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讲日本哈，日本川普这次去跟高市早苗也签了这个协议，说是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要日本出钱，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厂。这个稀土提炼厂到底要是盖在日本还是盖在美国，我们不晓得哈。可你从这个他叫这个高市早苗所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笔小钱呢。你必须要很多的钱，你才可以提炼。那会不会是叫日本提炼，然后将这个高污染的事情交给日本来承担，还是这个土在美国提炼，然后厂由这个日本来盖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缓了1年，就是延后1年在做稀土管制，可它有一样东西它没有松口哦，你知道什么？就是技术没有松口可以出口哦。中国这次来讲，10月份的时候，它所谓的这种稀土管制，它实体的稀土啊，它0.1%以上采用中国出产的稀土，你都不能用哦。那第二个来讲，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技术人员它也管制哦。所以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不让技术人员管制到这些人员，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专利来讲的话，是中国很多的专利。所以说，其他国家很清楚的，他会讲说要设定最低价格，就他们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提炼方式来讲的话，第一个产量很小，第二个成本很高。那中国来讲的话，它提炼稀土来讲的话，量大，而且这个成本低哈，所以他们要定一个最低价格，就是叫大家不要去买。那你想可能吗？对不对？所谓商业行为就是哪边 CP 值高，哦，哪边可以买得到，哪边可以便宜，我当然是跟哪边买嘛。那你怎么可能放着便宜的东西你不去买，你去买高的东西？那再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以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这种技术人才，包括人，包括技术，中国如果管制在里面的话，你各个国家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不见得提炼得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盛这个报告说最少需要15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保守了啦，可能我认为说是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那你很难突破中国这个专利的技术。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